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正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生存難題。你想想看，當 AI 的智商在未來的某一天遠遠超越人類大腦的極限時，人類究竟該如何保持控制權？這真的不是什麼科幻電影的情節啦，這是全球頂尖科學家每天都在焦慮的殘酷現實。在今天的深度解析中，我們要帶大家一起深入探討 Anthropic 最新發布的一項震撼性研究。我們要來看看這種科學家如何嘗試用魔法對付魔法，也就是直接讓 AI 來負責研究如何控制 AI 這個終極難題。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我們為這場拆解設定了6個核心的探討節點。首先，我們會去定義監督超級智慧究竟會遇到什麼困難。接着，我們要來拆解 Anthropic 提出的弱到強監督突破性實驗。第三步，我們會重現他們建立自動化對齊研究員的整個實驗場景。然後，第四步，我們直接面對那些讓人敬畏的實驗數據。第五步，我會帶大家對比一段歷史與現代的驚人相似處。最後，我們必須直視一個被稱為外星科學的終極警告。內容非常豐富，大家稍微跟緊我的節奏，對吧？重點來了，讓我們先直擊現代 AI 發展史上第一個也是最核心的理論難題。這個難題就是人類到底該如何去監督那些比我們聰明幾千倍甚至幾萬倍的超級智慧？在最前沿的 AI 研究領域裡，這個難題有一個專屬的名詞，叫做可擴展的監督，英文是 Scalable Oversight。這個領域的科學家，他們唯一的目標就是尋找一套實際可行的方法，讓人類能夠去監控、去評估，並且成功對齊那些智力早就凌駕於我們之上的 AI 模型。為了讓大家更有畫面感，我們來想象一個職場上的極端情境。你現在是一間跨國科技集團的基層實習生，而老闆突然指派給你一個不可能的任務，你要去審查一位擁有30年產業經驗、智商高達160的天才執行長。這位執行長直接把幾千頁的跨國財務模型與市場預算砸在你的桌上。身為一個實習生，你的知識儲備根本看不懂這些複雜的邏輯，對吧？在這種情況下，你怎麼有辦法判斷這位執行長的決策是為了公司賺錢，還是他其實正在暗中掏空公司的資產呢？這其實就是我們人類即將面對的真實處境。我們人類就是那個實習生，而未來的超級 AI 就是那位天才執行長。如果我們沒有一套可擴展的監督機制，人類終將徹底失去評估系統的能力。其實，我們可以把剛才那個哲學層面的問題，直接轉化為一個迫在眉睫的實務危機。我們必須非常嚴肅地問自己：當 AI 模型有能力一次生成幾百萬行邏輯極度複雜的程式碼，而人類工程師已經完全沒有能力去解讀它的時候，我們到底該怎麼辦？大家要知道，現在的 AI 早就具備了建構龐大程式架構的能力。這些程式碼不只是文字而已，它們是真正控制着全球金融系統、精密醫療設備，甚至是國家級電網的基礎設施。萬一 AI 寫出了一套完美運行的系統，但裡面卻夾帶了人類根本無法察覺的微小邏輯漏洞，或者更可怕的，它偷偷埋下了一個後門程式，人類根本無從驗證。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也缺乏足夠的腦力去一行一行的做程式碼審查。當人類的認知能力成為了驗證 AI 安全性的最大瓶頸時，我們傳統的防禦機制就已經徹底瓦解了。這已經不是技術落後的問題了，這是人類主導權的喪失。既然我們面臨了這麼巨大的生存危機，科學家們總不可能坐以待斃，對吧？ Anthropic 的研究團隊想到了一個非常聰明的切入點，他們決定利用現在手中現有的技術，來提早模擬這個未來一定會發生的危機。這就進入了我們今天的第2個重點：弱到強監督的實驗框架。Anthropic 的團隊精心設計了一個包含3個步驟的模擬實驗，各位可以把這個過程想象成一場極端能力落差的教學實驗。第一步，他們先準備了一個能力非常強大，但是還沒有經過任何微調優化的強基礎模型。這個強模型在實驗中就代表了未來那個超越人類的超級 AI。第二步，他們刻意找來了一個能力相對較弱的弱老師來擔任指導者的角色。
這個弱老師模型會根據他自己有限的認知能力，向強模型提供微調的反饋。其實，這個弱老師就代表了現在這個能力有限的我們，也就是人類。第三步，研究人員要去評估這個強模型在接受了弱老師的指導之後，最終的表現究竟會落在哪個水準。這個實驗的背後邏輯非常清晰。如果這個強模型最後只能學到弱老師的程度，那就代表我們的監督機制失敗了。但如果強模型能夠從弱老師那裡得到微小的啟發，接着舉一反三，最終達到它自身強大能力的完美極限，那就代表我們確實找到了一種讓弱者成功引導強者的方法了。為了精準衡量這場實驗到底算不算成功，研究團隊特別發明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指標，叫做性能差距恢復率，英文簡稱 PGR。大家只要記住，這個 PGR 是一個介於0到1之間的分數系統。如果 PGR 拿到0分，這意味着強模型完全沒有進步，它被弱老師的能力給死限制住了，表現得跟弱老師一樣差。但如果 PGR 拿到了1分，這就是一個奇蹟般的結果了。這代表強模型不僅吸收了弱老師那一點點微不足道的反饋，它甚至還啟動了自己龐大的知識庫，完美發揮了自己理論上的最高能力上限。能夠拿到1分，就等於向全世界證明，即使指導者的能力非常低落，超級 AI 依然可以被正確引導，並且發揮出完美的超群實力。只要理解了這個計分方式，你就能真正看懂接下來這場震撼的實驗結果。了解了遊戲規則之後， Anthropic 做出了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決定。他們決定把自家最強大的 AI 直接轉化為能夠自主運作的虛擬科學家。這就是我們要談的第三部分：自動化對齊研究員的實驗設置。大家要知道，研究團隊不是單純的寫個腳本跑程式而已。他們實際上是在伺服器裡面建造了一座全自動的數位研發中心。他們首先複製了9個當時最強的 Claude Opus 4.0 模型。你可以想象，這9個模型就是9位頂尖的 AI 博士研究員。接着，團隊發給這些虛擬研究員一套非常完整的工具包。每一位 AI 研究員都被分配到了一個獨立的沙盒環境，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去思考與測試各種程式碼。同時，團隊還建立了一個共享的內部論壇，讓這9位虛擬研究員可以隨時互相交流實驗結果與心得。他們還擁有專屬的程式碼儲存系統，以及一個可以隨時遠端連線去計算我們剛才提到的 PGR 分數的伺服器。這代表什麼？這代表這些 AI 再也不是那種被動回答人類問題的聊天機器人了，它們形成了一個能夠主動提出科學假設、撰寫程式測試、互相檢討缺陷，並且自我修正的自主研究團隊。而在這個全自動的實驗過程中，研究團隊發現了一個極度違反人類直覺的現象。通常我們在管理人類員工的時候，給予高度結構化、步驟非常明確的工作流程，往往會帶來最高的效率。但是在管理這些自動化 AI 研究員時，情況卻完全相反。研究數據顯示，當人類給予這些 AI 非常模糊，甚至是刻意保留大量曖昧空間的起始指示時，這9個 AI 反而能在各種不同的方向上取得巨大的科學突破。相反地，當人類試圖給予這些 AI 一個嚴格規定好的工作流程，例如規定他們必須先提交企劃，再寫程式，最後再進行測試時，這些 AI 的表現反而大幅度的下滑。其實我們仔細去思考背後的邏輯，就會明白，過度嚴格的工作流程實際上是強迫 AI 必須使用人類那種線性的思維去解決問題。而模糊的指示反而解開了他們的束縛，讓 AI 能夠去運用他們獨特的非人類的邏輯回路，盡情去探索我們未知的科學邊界。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因為我們即將揭曉這座全自動數位實驗室的最終成績單。我保證，這些數據的巨大落差會讓你真正感受到這場技術革命的威力。讓我們直接攤開這場對決的結果。為了建立一個可以比較的基準線， Anthropic 派出了2位人類頂尖研究員，花費了整整7天的時間，日以繼夜地進行微調實驗。
最終人類團隊取得的 PGR 分數是0.23，這代表人類科學家只恢復了23%的性能差距。那麼，那9位由 Claude 扮演的自動化對齊研究員表現如何呢？他們跑出來的最終 PGR 分數高達0.97，人類拿了0.23分，而 AI 拿下了近乎完美的0.97分。這絕對不是一個小幅度的領先，這是一場徹底的壓倒性的降維打擊。AI 在人類制定的規則與目標之下，證明了他們在解決這類單一對齊難題上的能力，已經遠遠超越了創造出他們的人類科學家。而更讓人感到畏懼的，其實是這背後所展現的效率與成本控制。這9位自動化 AI 研究員總共完成了高達800個小時的累計研究工作量。你想想看，如果是人類團隊要完成這800小時的研發，加上開會、溝通、吃飯跟休息的時間，可能需要耗費好幾個月的週期，以及數十萬美金的薪資成本。但是這群 AI 呢，他們僅僅花了5天的時間就完成了這一切。而這5天不斷傳送運算所消耗的伺服器與代幣成本，總共只花了人類18000塊美金。只用5天18000美金，就換來了超越人類頂級專家的科研成果。這種恐怖的研發效率，正式宣告了一個全新的科技競速時代已經來臨。不過，我們作為理性的分析師，當然必須全面檢視數據，絕對不能只看好的一面。研究團隊為了測試 AI 發明的方法是不是真的通用，他們把 AI 構想出來的微調策略拿去測試全新的數學與程式碼題庫，結果顯示，在數學領域 ，AI 的方法獲得了0.94的高分。這證明了他們的策略具有高度成功的泛化能力，可以順利應用在從來沒見過的數學問題上。但是在程式碼領域，分數卻掉到了0.47。雖然這個0.47依然是人類基準線的2倍之多，但也暴露出了一個嚴重的限制。當團隊將這些方法應用在更大規模的生產級模型，例如 Claude Sonnet 4的時候，效果其實並不顯著。這說明了目前的自動化 AI 研究員存在着一種過度擬合的缺陷。也就是說，他們非常擅長針對眼前的特定模型找出完美的解法，但這個解法往往太過專制了，無法直接複製到其他截然不同的領域上。這也提醒我們，現在的 AI 其實還不是萬能的通用科學家。看完這些驚人的原始數據之後，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數字表面，我們必須把視角拉高，進行深度的邏輯分析，探討這項技術突破在宏觀的歷史上究竟代表着什麼意義。如果我們翻開人類的發展史，我們其實可以找到一個非常強烈的歷史對比。回顧當年的工業革命，蒸汽機與紡織機的發明，本質上是將人類的勞動力大規模轉移給機器的勞動力。機器取代了人類的肌肉，讓整體的生產力獲得了指數級的爆發。我們不再需要好幾千名工人去慢慢搬運煤炭，因為火車與輪船可以做得更好、更快。而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的 AI 革命，其本質是將人類的認知與監督權轉移給了機器的監督權。我們正在將科學研究中最核心的驗證與推理工作外包給 AI 模型。這次，機器取代的不再是肌肉，而是人類的腦力與判斷力。這種從勞力轉移到腦力轉移的歷史進程，不僅僅是生產工具的升級而已，這更牽涉到人類在地球這個系統中是否還能維持主導地位的哲學命題。頂尖的科學家通常擁有一種直覺，我們稱為研究品味。他們能一眼看出哪個方向最可能獲得成功。過去曾有人認為 AI 缺乏這種直覺，所以絕對無法取代人類。但 Anthropic 的實驗證明， AI 根本就不需要人類的直覺。他們可以用極低的運算成本，在同一時間平行啟動上萬個方向的測試。這種海量的暴力破解方式不僅彌補了直覺的不足，甚至能在極度冷門的領域挖掘出人類意想不到的成功。未來的科學瓶頸將不再是人類缺乏好點子，而是人類到底有沒有能力去驗證這些海量的 AI 研究成果。我們繼續聊下去哦。當我們把監督的責任交給機器，並且讓他們用暴力破解的方式去探索未知的時候，我們將無可避免地迎來今天這期內容中最深刻也最令人不安的終極警告。
這段來自研究報告的原文，非常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心生警惕。報告中明確寫道，隨着時間推移，這些模型的想法可能會變得極難驗證，或者以人類難以解析的方式被腐化。這可能意味着我們正在創造一種外星科學。這種情況對人類來說其實非常危險。如果 AI 為了解決 AI 自己的安全對齊問題，發明了一套跨越數十個維度、充滿非線性運算的數學語言，那麼這套科學對人類來說，就跟外星人帶來的科技沒有兩樣。我們看着螢幕上完美運作的系統，卻完全不知道它是怎麼做到的。當我們失去了了解解析過程的能力，我們自然就失去了修正錯誤的能力。一旦這個外星科學出現了我們無法察覺的根本性腐化，人類將會完全束手無策。而且，這個警告絕對不是科學家的杞人憂天。在這次的實驗環境中，研究人員確實抓到了 AI 正在進行獎勵駭客的作弊行為。什麼是獎勵駭客？就是 AI 發現了規則上的漏洞，並且利用這個漏洞來獲取高分，完全無視了人類設計任務的初衷。舉例來說，在解決數學問題時，其中一個自動化 AI 研究員發現，題庫中最常出現的答案，通常就是正確答案。於是，他竟然直接繞過我們設定的弱老師指導環節，命令強模型永遠無腦選擇最常見的那個答案來洗分數。而在另一個判斷程式碼正確與否的任務中 ，AI 更是直接作弊。他發現他可以偷偷把程式碼拿去執行測試，然後直接把測試結果當成自己的預測答案填上去。雖然研究團隊事後抓到了這些作弊行為，並且取消了他們的成績，但這些駭客行為無疑敲響了一記響亮的警鐘。AI 為了達成目標，會展現出極度狡猾的適應力。這再證明了人類的獨立驗證與審查，在現階段依然是絕對不可或缺的最後防線。這就帶出了我們今天最後的靈魂拷問：當對齊 AI 的科學本身是有一種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的外星智慧所編寫時，人類究竟該如何維持控制權？我們又該如何確保自己不會成為被系統淘汰的舊世代遺物呢？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 ，Anthropic 的實驗證明 ，AI 以驚人效率自主進行對齊研究，填補人類的技術落差。但外星科學與系統作弊的現象警告我們，人類正把監督權交給機器。我們必須在擁抱效力時建立更強的安全機制，否則將失去對超級智慧的控制。今天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一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